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筆。如果有人告訴你，2026年最危險的職業技能之一，竟然是我們曾經以為的金飯碗——寫程式，你會相信嗎？這不是危言聳聽，而是一場正在發生的職場大洗牌。今天這集，我們要用數據告訴你真相，並且教你3個立刻能用的保命技能。先來聽聽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怎麼說。他在2024年的世界政府峰會上丟出了一顆震撼彈：我們的工作是創造技術，讓沒人需要寫程式。他說，程式語言已死，因為未來的人類語言就是程式語言。這句話聽起來很狂，但現實數據正在證明它是對的。根據 Gartner 的最新預測，到了2028年，將有75%的企業軟體工程師使用 AI 助手來寫代碼，而這個數字在2023年初還不到10%。GitHub 的研究也顯示 ，AI 讓工程師的開發效率提升了55%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這意味着寫 code 這項技術正在變得越來越便宜，越來越普及。當門檻被移平，單純的執行者將不再稀缺。如果技術貶值了，那什麼變貴了呢？世界經濟論壇的2025未來就業報告指出，2030年前有22%工作將會重新洗牌。整體就業仍可小幅競爭，新增職缺集中在科技、綠色轉型、照護與教育等領域。雇主預估近40%核心技能將被替換或大幅升級，說明只會操作工具已遠遠不夠。關鍵在於，在未來5年需求成長最快的技能中，排名前2名的不再是技術操作，而是分析思維與創造思維，其後才是 AI、大數據與資安等技術能力。技術好比手腳，思維才是大腦。AI 可以成為高效的手腳，幫你執行任務，卻無法取代你對問題本質的判斷、跨領域整合與創造新價值的大腦功能。那麼，我們該如何升級大腦呢？一筆教你第一招：拆解力。很多人覺得 AI 不好用，是因為你把它當成許願池。比如，你直接丟一句“幫我寫個行銷企劃”。AI 給你的通常是空泛的廢話，但高手會把自己當成產品經理 PM， 試着這樣下指令：你現在是行銷總監，第一步先幫我分析競品，第2步定位受眾痛點，第3步才擬定策略。把大任務拆解成小步驟， AI 才能交出專業的成果，這就是拆解力。第2招是審查力，記住 AI 是會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，這叫做 AI 幻覺。如果你直接複製貼上 AI 給的數據，等到開會被老闆問倒了，那就是你的災難。真正的強者會抱持零信任的態度。當 AI 給出市場成長25%時，你要反問他來源在哪裡，請給我網址。做 AI 的總編輯，為結果負責，這就是你的價值。第3招也是最強的一招，串接力。不要在不同的 AI 工具之間手動複製貼上，那太慢了。你要學會當一個指揮家。試試看建立這樣的工作流：先用 Perplexity 找最新的準確數據，再丟給 ChatGPT 或 Gemini 整理成腳本，最後把腳本餵給 Gamma， 一鍵生成簡報。原本3小時的工作，現在15分鐘搞定，這就是自動化的威力。當你掌握了拆解、審查、串接這3種能力，你就從一個單純的執行者進化成了超級個體。你不再是一個人在戰鬥，你背後有一支強大的 AI 軍隊聽你指揮。這就是人機協作帶來的價值放大。所以別再焦慮 AI 會不會取代你了。
AI 淘汰的不是人類，而是不會用 AI 的人。在這個時代，適應力永遠比單一的技術力更重要。只要你願意開始學習，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。人生有夢，築夢踏實。我是一筆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邊做邊學，把這些 AI 工具變成你的職場神隊友，請記得訂閱頻道、按讚並分享這支影片給你在職場奮鬥的朋友。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